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每天赚美金的一种交易方法，分享如何在交易所去设置各种参数，以及如何开仓、平仓、止损等等。请务必完整的看完本视频。但在之前你需要准备3件事。第一个就是这种交易方法，不需要学习很复杂的交易方法，简单易学，新手用户、小白用户都是很轻松的可以理解它、操作它。第二个就是你需要一个看盘的软件，叫 TradingView， 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件，我会帮它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大家需要的可以点击使用。第三个就是需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我平常使用的最多的还是欧 E 跟币安。新手用户来强哥还是推荐使用欧 E、OKX 及币安的交易所，因为它对大陆的是非常友好的。去我视频下方点击链接注册安装就 OK 了啊。大家就会获得一个20%的手续减免的，这个手续减免对于我们平常做交易减少资产的负担，增加收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最后强哥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分享这个交易方法是强哥及身边的朋友经常在使用到的，但是它不构成投资建议，只是希望分享这套交易方法能对你有所帮助。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去看一下怎么使用。那么我们首先打开的是 TradingView 这个看盘软件，我们目前标的是比特币跟 USDT 的交易对。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套交易方法，叫做双均线交易方法。到底怎么来看双均线交易方法？顾名思义，就是有2条均线啊。什么是均线？ MA 均线和 EMA 均线组成的，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使用什么万能的 ChatGPT 强哥常用的啊，给我们解析。在数字货币中，例如比特币等交易中， MA 通常指是移动平均线。强哥英语不好啊，它是一种技术分析工具，用于平滑价格数据，帮助交易者识别价格趋势。移动平均线通过计算一段时间内的平均价格，随着时间推移更新，分为以下几种常见类型。第一个是简单移动平均线，计算特定时间内的价格平均值，每一天的计算都包括该时间段内的所有价格数据。例如5天的 SMA 将计算过去的5天的平均值价格。2. 指数移动平均线 EMA， 相比 SMA、EMA 相对新的价格指数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它对价格变化更为敏感。移动平均线常用于确认市场的趋势，寻找支撑和阻力位，以及生成买入或卖出的信号。在数字货币交易中， MA 是分析价格走势的重要工具。那现在对这个 MA 跟 EMA 都有基础的了解了啊。那了解后，我会把代码放在视频的下方，大家把代码直接复制到 TradingView， 这里下面有个倒三角打开，这里有个边角器，复制在这个代码里面，打开保存添加就 OK 了啊。然后这套代码就自动在图表中显示出双均线交易的2条均线。强哥就直接在数字交易所里面给大家演示，这是最直观的啊。我们就分别有3个参数，一共6条线啊。那我们这里看到1、2、3、4、5、6，一共是6条线。那么它都是怎么表示的？双均线是由20均线、60均线、120均线分别组成的，它分别是 MA 跟 EMA。 在这里大家可能要问了，什么叫均线密集？它就是由20均线、60均线、120均线的 MA 和 EMA 均线组成的双均线。第二个，什么叫均线密集？就是肉眼可见所有的均线缠绕在一起就是均线密集。比如我们再回过头来在这里看一下啊，缩小看一下过去，再放大，也就是这4条线相互交缠到一起了，那就叫均线密集。那在这里我们有6条均线，那我们切换到4个小时，点一下看一下啊，如你所见，就是这几条线快缠到一起了，我们就叫做均线密集。我们看均线密集不用什么技术的啊，也不要什么指标的，就看到这6条线缠绕到一起了，那我们就叫均线密集。只要我们用眼睛去看就可以了啊，正常都能认识哈。那什么又是均线发散？我们在这里看过去啊，这6条线是不是又从
缠绕的地方每一条又分开，那这样就叫做均线发散，就这么简单啊。这是均线的2种概念，就是这6条线缠绕到一起，那就叫均线密集；分散出去，那就叫均线发散。那我们第一个学了什么叫均线密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开仓。在这个地方就直接分享跟大家2种开仓方法。第一种开仓方法就叫什么？均线密集开仓。第二种就叫突破均线密集之后倒推20均线开仓。那接下来我们在图表中看一下这2种开仓到底要怎么去开。首先我们需要寻找一下均线密集，那这种算不算均线密集？那这种就是均线密集，它几条线都缠绕到一起了，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均线密集开仓。均线密集开仓就是当 K 线破坏撑破均线密集的时候，我们可以当时直接市价开仓，什么地方把止损放在什么地方，例如这个地方是贴破之后回弹没有再上这个均线密集，那么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开仓的话，我们把止损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再放大一点点看啊。因为价格在所有均线密集的下边，均线密集就相当于这是一股绳，价格在这股绳的下边，我们就把止损放在上面一点点就可以了。比如这个 K 线是3346，我们可以放在3386也可以，再放上去一点也可以，放到3400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们止损就非常小。第二种开仓方法是突破均线密集之后倒推20均线。什么叫第一次倒推20均线？什么叫第一次倒推20均线？当我们看到这个均线密集里面红色的代表了20均线，那么它突破均线密集是什么呢？之前这是均线密集突破了，它又进行下跌了，导致均线密集成了均线发散。那么第一次它倒退到这个20的均线，就是等于20均线走下来之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开仓。第二种开仓的方法是突破均线密集之后第一次倒推20均线。什么叫第一次倒推20均线？我们看到这个均线密集里面这个红色的代表了20均线，那么它突破均线密集是什么？之前是均线密集突破了，对吧？因为它这之前是分散的，一直到这里基本上成一股绳，它这里是突破了20的一个均线，那现在它又下跌了，导致了均线密集变成了均线发散。那么它第一次倒退到这个20的均线，也就是等于20均线走下来过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直接开仓。例如我们在这里去开空单的话，我们把止损放在什么地方？放在这个上面一点点就好了。如果我们均线现在是3350，止损放到3400、3500可以了，它直接撑破了这个20的均线，那我们就可以止损了。这2种开仓方法赔率都非常高，为什么？因为它止损非常小。首先我们止损只需要站上去止损住就可以了，在这个位置，这种也就是直接撑破20的均线，我们就可以立即止损掉，止损的比例非常小啊，它的止盈空间就比较大了。我们使用的这套双均线交易系统主要做的是什么？高赔率的交易，而不是做高胜率的交易，所以止损是很正常的。因为止损比例非常小，所以只要你抓对一次机会，就能够把之前所有的错的赔的钱都能够赚回来，并且赚得更多。当我们学会怎么去开仓过后，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平仓，怎么去止盈。其实止盈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因为你学会了止盈，学会了平仓，你才能够算基本入行。因为当你赚钱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平仓，想去赚更多的。当你赔钱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心存焦虑，觉得马上就要反弹了，我要不要再放下，或者说我能不能再多补点仓位。所以平仓也就是止盈止损的非常重要关键点。对应的开仓平仓在这里也分享2种方法啊，一个是上一个均线密集平仓，另外一个就是水平压力平仓。我们通过图表再来看一下啊，这2种平仓到底是怎么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行情到这段行情，对不对？这里面都出现了均线密集，这里到了均线密集，并且价格已经跌破了均线密集，到了这个地方反弹没有上去，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开空的地方，是一个开空单非常好的位置。那么例如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开了空单，的确顺利，价格下个跌了，我们在什么地方止盈？刚才我教大家2种平仓的方法，一个是什么？上一个均线密集平仓，另外一种是水平压力位平仓。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上一个均线密集，
上一个均线密集就是在这段行情之前出现的均线密集，那我们要回到前面看一下哪里出现了均线密集，在这个行情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有均线密集，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段的附近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均线密集，这里是放大一点哦，到这个均线3230这附近就会止跌，因为之前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这个价格，你看对不对？到这里基本上都是这个均线分散的一段行情，都是在这个价格之间进行了止跌，并且进行了一个盘整，又成了一个均线密集。我们继续看这段均线密集之后又跌破了，例如你在这里开了空单，你要在什么地方平仓？那我们再往前去看，这里也是一个均线密集，所以你在这个空单平仓的位置还是上一个均线密集的位置，价格也是在上一个均线密集撑住了，并且又形成了一个段位线的密集，又贴破了，贴破之后没长多长时间又违反了。那第一种我教大家的平仓方法，我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啊，也就是说在均线密集开空，我们平仓要看上一个均线密集的位置是多少。那第一种我教大家的平仓方法，我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分批平仓，分批止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平仓里面的水平压力位平仓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以太币跟 USD 的交易对日线图的4小时。什么叫水平压力位？就是价格多次突破都没有突破成功，形成了有效的压力，这就叫水平压力位。那么大概率呢，这段反弹行情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压力位，因为之前很多在这个地方水平压力位，因为之前很多在这个水平压力位购买的人啊都被套牢了，价格回涨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卖出的需求，所以自然而然出现了压力，这就叫水平压力位。在这出现了一个压力之后进行了倒退，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直跌？那我相信大家看懂了我们刚才教大家的方法，肯定有兄弟们立刻就会说，因为是上一个均线密集，没错，日线级别在34000附近形成了均线密集，那么这个回退之后呢，非常健康的在这个34000左右进行了止跌，行情非常猛烈，直接就反弹了。所以针对这套双均线交易方法，开仓或平仓这两种都非常的直观，非常简单的方法啊，希望帮助大家理解怎么去开仓，怎么去平仓。如果你学会了怎么去开仓，怎么去平仓的话，那么止损就非常简单了。止损就是你怎么开仓就怎么去设置止损。例如你是均线密集这里开仓，那么你贴破均线密集，你就可以止损了。比如这个 K 线 MA20 回踩到上一个均线密集这里，那我们在上一个均线密集的地方3200这里止损就可以了。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贴破是有效贴破，而不是直接插针贴破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我们怎么去设置仓位的大小。我们平常使用的仓位大小呢，设置方法就基本上是1/10的仓位作为保证金啊。例如你的账户里有100美金，每次仓位用10美金，这样的话你去止损，损失了你的本金就是非常小的，并且因为我们做的都是高赔率交付交易，哪怕你止损了几次之后，只要你对一次之前所有的止损损失都能赚回来，并且还能赚得更多。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要有交易计划，每次开仓都应该有对应的一个交易计划，也就是对应的开仓位置、止盈位置和止损位置。比如说就是说这一个均线密集的地方你开了仓，我们要有一个计划，我的止损位置在哪里，我的止盈位置在哪里，并且每一个交易计划的赔率都必须大于1:3。什么叫赔率必须大于1:3？就是你这一次的交易损失了一块钱，你的止盈必须是赚取3块钱，或者是3块钱以上。那么长此以往，你只要坚持下去，你的资金是不是越来越多，每天赚更多的美金？每周当大家已经完全理解分享给大家的这套双均线交易方法，我们还需要去准备我们平常会使用到的工具，也就是交易所。我在交易加密货币的时候，通常主要使用2个交易所啊， OKX 交易所或币安交易所。OKX 交易所是全球第2大交易所，大陆的用户非常友好啊。
那么如果你是对加密货币非常非常陌生的新用户，建议大家可以先下载欧易交易所或币安交易所，因为它对于不管是繁体中文用户还是简体中文用户非常友好。没有的朋友可以使用强高视频下方链接进行下载安装会获得一个减免20%永久的一个手续费。这个手续费减免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10次、100次，对不对？日积月累嘛，越积越多。好了，当你注册好欧易交易所并且登录完成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界面这个是欧易的官方界面。我们就把鼠标放在交易，放在合约，我们点个随便点一个交易对以太坊、永续。那我们直接来中间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直接来到那个右边这个部分，它的 K 线图这个是那里有一个原生版，我们要点一下TradingView的那个版本，我们就把图表换成了TradingView的图表。我们要把鼠标放在这个位置技术指标，我们点击一下，它会来弹出来很多指标。那我们要在搜索栏里面输入 MA 第一个移动指标，点3下，再输入 EMA， 再点一个 EMA， 我们这里看到有个指数移动平行线，我们也点3下，1、2、3，好了，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3条 MA 的均线，3条 EMA 的均线，我们这里关掉再来到这里点一下，这里有个设置，我们这里有个输入，把它长度改成20，样式颜色我们改成红色吧，第一条20的均线，点击确认 OK。 第二个我们改成颜色绿色吧，长度改成60，确认。第3条设置颜色改成黄色吧，120均线，确认。 EMA 一样的点设置长度第一条20，样式刚才我们是红色，我们现在是随便这个颜色吧，确认。第2条颜色白色吧，输入长度60，确认。第3条120，样式这个颜色吧。现在我们就在欧易交易所上面设置好了这个双均线交易系统，一共大家看到6条线分别是 MA 20、60、120、EMA 20、60、120的均线，我们帮它放大例如我们现在是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目前其实马上也快形成了均线密集之前的均线密集我们也看了，那么这4个小时级别我们就要等120的均线走上来之后来进行均线密集。在这个快要到达均线密集的地方，你选择一个认为你的方向去开仓就可以了，止损呢就放在这个均线密集下边一个位置就 OK。 那么这个就是设置双均线的一个方式回到这个左边这里，我们现在选择的是合约优本位永续，这里开仓，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建议大家这里使用逐仓。逐仓的意思就是你账户里面有100块钱，并且用逐仓的方式去开$10，那么如果这个仓位爆了，我们出现了最不想看到的情况，暴增情况，你只会损失$10，额外的$90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如果出现非常不好的情况，如果你使用全仓的话，那么你仓位的$100都会亏损我们调到逐仓之后，使用10倍杠杆就可以了但一般我会选市价委托因为市价委托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市场，也可以快速离开市场，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市价委托。你就在这个地方开大开小按照自己的一个需求去调节就可以了。数量你要开多少，我们就直接填多少，比如是开1个，对吧？我们直接开1个，直接点开多，点击确认就 OK 了。交易所上面去设置的双均线系统呢，就已经完成了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给大家如何通过交易加密货币每天赚取美金的一个方法里面包含了如何开仓、如何平仓、如何选择交易，以及如何止损止盈、设置仓位等。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个订阅，开启小铃铛，不错过强哥下个视频更新咯。谢谢大家，下期视频再见，拜拜。